大家好，我是 Kitchenman。那今天我们来尝试去把这一张风光的照片尝试做一次色调的一个调整。这张照片是我在很多年前在法国的尼斯，也就是明星走红地毯的那个地方去照的。那我们可以先分析一下我们这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是拍摄的时间呢是在日落的时候。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整一张照片的光比其实还是非常的大的。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沙滩还有房屋的地方，它的细节其实已经完全的被远处的阳光给遮盖住。由于就是因为我们的光比太大了，所以令到我们有太阳的地方它就非常的亮，但是在其他的一些景物的地方呢，由于光比太大的原因，那它很多的细节都没有办法完整的显示出来。那首先，我们这张照片就是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亮度的问题，我们要把我们暗部的细节给还原出来。然后第二个，我们是要把我们整体的一张照片的风格给定调，因为我们现在整一张照片呢，既有暖色调，又有远处天空蓝色的冷色调，那么我们就要把这张照片来定义一个色温。那么我们可以先把色温调成暖色调来尝试一下，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因为它整一张照片它本来已经是偏暖的。然后曝光度我们可以先压暗一点点，因为我们整一张的照片呢，它本来就是偏光偏亮的。然后对比度可以提上来一点点。高光的部分，由于我们的曝光度已经压暗了一点点，那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先把曝光度尝试的先调亮。阴影部分我们要把它给调亮出来，把细节给还原。同样的黑色色调也是要先把它调回来。白色色阶我们这里可以先尝试往左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影响的范围。那由于它影响的其实更主要的是我们上面的天空部分，那我们可以先尝试的把它先调亮一点点，因为有阳光的地方，它应该本来的感觉就是要比较偏亮的。那所以我们现在把白色色阶给抬上来。色调这里我们可以用回经典的 S 曲线，把暗部给压下去，然后把我们的亮部给拉回来。然后我们要处理的是我们的蓝色。为什么要处理蓝色呢？因为在我们的天空其实有这样的一大片，它应该是出现亮蓝色的，但是我们现在的蓝色还是偏白，那所以呢，我们要把它提上来。我们可以尝试来看一下，在修改之前，它是有一点点的偏黄的，但我们要在蓝色通道把亮部提上来，让蓝色更纯正一点。那接下来就是色相，由于我们现在整一张画面是偏暖的，那我们就往这一个方向去走，红色要偏橙一点点，那同样橙色的要往回调。那我们可以看得到，我们整一张画面，只要我们的橙色要偏左一点点呢，那这里阳光的部分它就是会比较偏橙色的了。那所以等一下我们的饱和度和明亮度都要做一个相应的调整。黄色也是要往左一点点，让它偏回黄色。然后绿色，我们可以看得到它影响的是我们的阳，我们的天空的部分。那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偏绿一点点。同样的浅绿色要往蓝色的方向去走，蓝色的也是。那其他的颜色就可以不管了。然后饱和度
由于我们现在的阳光饱和度实在是太高了，那么我们可以把它给压暗一点点。同样的橙色也是，但是不要压得太厉害，不然的话就会有一点失真的感觉。黄色的也是，我们可以把饱和度给拉上了一点点来做尝试。蓝色部分，我们可以把它饱和度给拉高一点点，令到我们的天空的蓝色更纯正。其他的紫色和洋红色，我们可以把它给去掉。然后是明亮度，红色可以拉高一点点，橙色的可以给压暗一点点，来营造我们的日落的那种昏暗的感觉。黄色的可以拉高一点点，蓝色的可以再亮一点点，但是不要太亮，不然的话蓝色就会偏白的，就好像这样。如果太厉害的话，它就会变白色。那所以我们可以来尝试来做一个压暗或者是提亮，来看一下我们的蓝色的一个色调。紫色和洋红也是同样的，是可以把它给去掉的。那色调分离，我们可以尝试的把高光部分来做一个偏冷色调的，我们可以来先尝试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如果我们偏冷色调的时候，我们把饱和度给拉上去，我们可以看得到，影响最大的其实是这一片海。那么我们可以现在来尝试把它给偏回黄色。如果是偏回黄色的话呢，我是觉得这整一张的照片呢，它比较偏暖了，那有可能不是太舒服，那所以我还是决定的把它给偏向于冷色调，来中和掉阳光那一部分的一个暖色。同样阴影也是偏向于冷色调，我们可以先来做一次尝试。那如果是偏向于暖色调，那最后我还是觉得高光和阴影部分都是要有一种对冲的感觉，因为我们的阴影就是在我们这一边比较偏暗的部分，由于它应该是受到阳光的影响呢，它其实是要偏向于暖色一点点的，那所以我们可以把阴影部分的色相来偏向于暖色，但是我们可以对这一个颜色做一点点的修正。我们可以把它给偏向于黄色一点点，但是又不至于那么厉害。那好，接下来我们返回这里，我们要做一个纹理的调整。我们可以把纹理调高一点点，把细节还原出来，清晰度也是。但是清晰度不要太厉害，不然的话，整一张照片的一种对比，那种干涩感就会出来了。同样的纹理也是，我们要不断的去观察图片的变化。去朦胧的也是，我们可以偏弱一点点。鲜艳度我们可以调高一点点，因为它整一张的相片，它本来的鲜艳度就应该是非常的饱和、非常的饱满的，但是不要太过于厉害，不然的话，阳光部分会显得非常的假。那好，我们现在大致的调色已经做完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根据我们刚才的一种调色，拿去第二次的一种调整。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白平衡再次
调整一点点。我们可以不断的去看回我们在修改前和修改后的一种变化，一种感觉。那我现在还是觉得我们的蓝色还是不够的清澈，不够的蓝。那我等一下在二次调整的时候，我会重点的把我们的蓝色给调回来。我们找到我们的一个色调的分离，我们要把蓝色的饱和度给调整上去。我们来看得到我们的阴影部分，我们先调回来。我们先调回来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值。首先是我们的色调，我们可以把它先调回来，偏冷一点点。然后曝光度可以适当的压暗一点点，对比度可以拉高一点点，然后高光可以拉一点点，然后阴影部分，我们尝试的先把它先给压暗一点点，然后白色色阶也是把它给压回来，令到右边先不要那么亮，然后黑色色阶我们可以提上去，把细节给还原出来，然后纹理也是，我们可以调高一点点，让细节重现。饱和度可以拉高一点点，让色彩更丰富。那我们现在可以把渐变线给取消掉，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得出我们左边的暖色调是还是非常的暖的。我们在右边的一个画面比之前也提亮了一点点，还有我们的蓝色的一个天空也是比之前要亮一点点，但同时它又不会，就是我们刚才所做的所有的一些改动都不会影响到我们左边的一个阳光的一个部分。我们可以现在来看一下修改前与修改后的一个对比。那很明显，我们修改之后，整一张的照片暖色调仍然是我们的主色调，但是我们的天空的蓝色是更纯粹、更通透的。然后我们整个沙滩上的一些建筑还有人物，它们的细节也基本上给还原出来了，整体的效果比之前也好了很多。